三国志8 Remake 这代战场是以旧版8代地图为基础，加入了类似12、13代的战斗范围。旧版8代的城墙只有一面，重置版有类似结合6代的野战加攻城战，可以做到4面围城进攻。城池普遍血量厚，场上的部队可以在城周围绕圈圈跑给别人追，多数情况是以野战决胜负。战场上这代设有防御设施，不像11、14代是需要自己建设。8 Remake 这部分则是进入战斗地图，守方预设就会有楼鲁等防御设施。这次重置版防守据点的特色是结合12代的防守方自动生成，以及14代的军事建物的自动攻击，包含城池本身、关卡、楼鲁、投石台都不需要另外派出兵力，每回合最一开始就会自动攻击射程范围内的所有部队。这些防御设施可以用来拖慢敌方的行军速度，争取时间等待己方援军赶到战场。防守方也能在防御设施周围列阵，增加对战优势，让创业初期的小势力有以小博大的本钱。攻不出去没关系，至少还可以守家。这代有总大将的概念，不同于6代或10代的总帅是绝对不能被击破。重置版是类似旧版8代，总帅如果被击破，虽然对战局有影响，但不是直接判定战败。这部分我觉得相对合理，即使总帅不在，其他部队还是完整的话，应该还是要有能一战的机会。就像是诸葛亮第5次北伐新落5丈原，虽然总帅不在了，但其他属下还是能有组织的撤退。这代总帅在战场上有几个要点：一、全军策略能作用的范围是以主帅所在的位置为中心点，所以不管是攻守，主帅不适合像6代、7代那样，多数时间把主帅放在大后方。这代主帅是一个重要的攻击重心，同时主帅也不能太冲，因为如果主帅被击破，全军战役会下降，并且不能释放策略。我自己在玩也发现这代电脑逃主的意识相对高，若主帅在可被攻击范围内的话，会优先攻击主帅，因此如何保护主帅也是战斗中的一大课题。关于出兵配置，比起其他代，包含从6到14代，大致上都是尽可能的全员皆兵比较理想。这代更希望玩家玩出众星拱月的效果，把单一支部队的强度撑起来，打出英雄式的单点爆发力，才是战斗制胜的关键。举例来说，过往如果你有10万兵，10个武将，大致是每一个武将平均带1万兵左右，可以让你的走位调度更灵活，整体战力更平衡。这次8代重置版很重视一支部队的带兵量，带兵量会大幅影响一支部队的攻防能力，所以如果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把兵力集中在王牌身上，更能为整个团队打出高伤害，整波军事会有更好的战力。像是攻击楼鲁、关卡等防御设施，一般部队使用攻城系列的战法，如冲车、锦兰等，对建物伤害大约落在300到800之间，若能破千已经算很不错了。但如果像吕布、孙策这种王牌武将，打到2000到3000，只是一片小蛋糕。如果再搭上连息倍率乘上去，6000到8000完全不是问题。这个对建物伤害是其他一般武将完全达不到的境界。我自己在直播中玩，甚至出现过打建物破16000、2万这种数字，就算是耐久值很高的关卡也照样秒杀。再来还有这代战法对部队的伤害，王牌武将使用跟一般武将使用也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像是旧版8代使用顶级战法枪阵、车旋、剑兰等战法，伤害约落在3000到8000左右。如果能打到破万，直播间聊天室绝对是一阵炸裂的惊叹。又像是三国志11，一队弩兵发动乱射，打到6、7队大约可以打出5到7000左右，这样已经算很顶了。这次新版三国志8，如果你遇到马超冲过来对你用大绝招，范围攻击的圆阵，大约一支部队就会喷5000，圆阵还是大范围，撞下去大概都是2万兵以上会蒸发。如果你站位太密，让圆阵打满6到7队，伤害甚至上看3到4万以上。防不够高的，或是带兵量不超过1万的部队，很高几率像即溶奶粉一样直接原地融化。感觉得出来，这代是想把演义小说那种万人敌、天下无双震撼感做出来，玩的是一个打出暴击的爽感、逆天感。这么 OP 呢，都给这些王牌玩就好啦。也不是每个兵科的顶级战法 AKA 大绝招虽然很强，炸裂的强，但也不是完全没辙，还是有方法压制。旧版8代看到对方王牌过来，只能比拼看谁更快把对方的王牌打倒才算成功压制。这部分相比之下，新版更有策略感一些。这次重置版8代有个很重要的设定是战役，除了以暴制暴的压制法，还可以使用这代大幅强化的谩骂。文官在战场上不再毫无作为，出一张嘴也能发挥作用，用谩骂的方式把对手王牌骂到玻璃心碎满地，骂到他怀疑人生，就可以压制那些暴力分子，让他们用不出毁天灭地的战法，甚至可以骂到他们崩溃出现逃兵，骂到战意全失而不战而胜。这代相比其他代，骑兵更有优势，破坏力、爆发力极高，主要有3大要点：一、骑兵先行优势，这代影响行动顺序有2项，统帅和兵种。统帅越高越先行动，兵种是骑兵先行，再来步，再来攻。第二点，骑兵还有高移动力，一样是格子的战旗。三国志11的骑兵只比其他兵种快1格，三国志8 Remake 的骑兵
兵比步兵、工兵快上更多，让那些短腿的兵种看不到车尾灯。第3点是高攻击力，几乎每一代骑兵都拥有最高的攻击力，但这代攻击力基准值比以往其他代更为重要。因为虽然各兵种的攻防数值账面上都是以100为基准去做调整，不过这代实战中每增加1点攻击的效益会比增加1点防御高，再算上战法连息都有额外的倍率增伤，因此应该优先追高攻击力。那么原本攻击力就比较高的骑兵就会比其他兵种更有爆发力和作战优势。骑兵除了3大优势，还有一个小优势，跟近战的步兵相比，步兵大绝枪阵最多只能打6支部队，骑兵大绝圆阵却可以打7支部队。骑兵本身攻击已经比步兵高了，战法伤害系数乘上去，再加上能多打1支部队，这么一来，骑兵的最大伤害跟步兵拉开了一段差距。以上这些特点都放大了骑兵在平地战的优势。这代骑兵虽然强势，但步兵与工兵也不是完全没用。在山道战和森林战，你就需要以步兵为主的配置。这代也有拉开步兵和骑兵爬山的速度差距，因此在不同地形用上适合的兵种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工兵则是可以在攻击时不被反击，阵型走位得当的话，通常续战力会更好。远程的工兵在2个的距离也仍然可以触发连息攻击，犹如3国志11的特技辅佐带弩兵，可以协助的范围更广。而通常玩家本人所操控的武将会有最多可以帮忙连息的亲朋好友，所以玩家操控的武将也很适合带攻击距离较广的工兵，战斗中更容易触发连息攻击。更多的连息就代表更高的伤害输出。这代的战前军役把一部分内容整合到奇才里，例如旧版8代的战术神速、疾风，几乎是每位军师都可以使用，但这样一来，大家能用的战术都差不多，分不出特色。这代把兵贵神速、山道强袭独立出来，成为个人的特色。只有拥有这个奇才的武将才拥有加速的本钱，并且限制只有当总帅或参军才会生效。这其实就是旧版在军役阶段制定战术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强化了郭嘉、邓艾作战的价值，让快成为他们专属的特色。整合影片到目前为止的内容，在中小型战斗可以搭配出一套超极速战术。正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如果破了，那就再更快。狼顾加上兵贵神速，再带上全员骑兵，将会是非常适合打快速闪电战的战术配置。狼顾开场压制对手战役，骑兵先行加脚程优势，搭上兵贵神速开弹器。若有行军特技，开场第一步使用战法奋起或鼓舞完之后，又可以再冲一段路。有些平地战的地图2日就能到对手城下，速度感拉好拉满，对手战役都还没起来，就被你用战法扇好几个巴掌。刚刚说了，这代兵量很大程度的影响攻防能力嘛，先用你的战法 K 好几下，对方兵被削减之后，后续的攻防能力更难与你抗衡。这代真的有把古代骑兵在平地会战的强大机动力与破坏力做出来。讲到了奇才的组合，就不得不提到非常经典且耐玩的三国志11特技系统。每名武将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技，出征时还有主副将系统，玩家可以透过不同特技的排列组合，创造出部队的战斗优势。这次三国志8 Remake 就是导入了类似的系统，这次叫奇才，而且也导入了主副将系统。主副将之间可以互补战法，奇才也可以组合起来，例如组一队天下无双加麒麟儿加一身胆，这么一来，这队不管带什么兵都会增加攻击力，每回合都可以自己加战役，高战役的时候还可以无视 ZOC 和霸体，让吃智力的军略战法无效化。10天内用完战法，10天后又可以再刷一次战法，这队顶到不行啊！而且目前三国志8 Remake 是玩家操纵1名武将，如果有机会像旧版8代一样开放操作多名武将的话，因为有奇才搭配和主副将系统的关系，这代的战斗将有机会透过玩家对战的方式玩出和11代类似的高策略感战斗。像是刚刚提到的 A 方带着王牌马超，骑着他的西凉游牧骑兵冲了过来 ，B 方除了派出相对应的王牌，像是吕布这种武将迎战之外，想当然尔一定会带上谩骂大军，试图把 A 方马超的战役压下来。这个时候，比起让马超一马当先的快速冲杀，更要维持高战役扣着大招在军事的中后方，等到前锋跟敌军开始交战后，再利用脚程的优势，一口气从阵型中后方或是侧翼出发，一步到达敌军前锋面前，灌下大招圆阵，达到骑兵冲杀一举破阵的效果。如此一来，骑兵就集先行跑得快、打得通、先手优势于一身，完美呈现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最佳代言。我先把你打爆，你就没有攻击能力了。而且这代战斗节奏不拖泥带水，玩家可以更快结束一场战斗。以上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短时间快速的玩家对战。比方说，双方选定一个战场，来场复刻诸葛亮北伐对阵司马懿的战斗，一定会非常有趣。最后，我觉得这次战斗地图也很适合做成挑战残局的关卡游戏，像是如果能导入类似10代的试炼模式，开场分配一定的点数，用这些点数购买玩家想要带上阵的武将，陪着玩家去挑战不同关卡，应该会非常有趣。当然，如果能基于10代试炼模式的架构衍生出专门给玩家对战的模式，会更好。我觉得是举双手双
双脚乐见其成。